到底是胸式呼吸好还是腹式呼吸好？这一直以来就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聊这个话题之前，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呼吸的整个过程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胸腔会360度的向外打开，也就是我们的胸腔前侧会呈现一个泵柄式的抬起，我们的肋骨两侧也会向上打开，包括我们的后背部也会隆起。为了让我们的肺部进入更多的气体，我们的膈肌会下沉，膈肌下沉的过程会把我们的内脏往下推，同时我们的腹部也会打开，来配合我们膈肌的下沉。因此我们的膈肌也是吸气的一个主动肌，也就是膈肌能够沉得更靠下，那么我们的肺部就能吸入更多的气体，我们的胸腔也能够打开更多，那我们的腹部也会被动的打开更多。而当我们呼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腹部四周会慢慢的收紧，将我们的膈肌去向上推。此时我们也通过呼气的方式把肺部的气体慢慢吐出，这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呼吸的过程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首先我们需要胸廓365度的打开，然后随着膈肌的下沉，腹部也会慢慢的打开。当我们呼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腹部收紧，膈肌被动的向上推，然后随着我们的吐气，我们的胸腔也会慢慢的下沉，从而完成一个我们完整的呼吸。因此，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呼吸，我们要确保胸廓的四周可以360度的充分的打开，而我们的膈肌可以下沉的更多。而当我们呼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腹横肌、盆底肌等深层的呼吸肌群可以很好的收缩，以确保将我们的膈肌推得更高，将我们的肺部的气体可以更多的排出。然而在我们的会员当中，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胸廓是不会起伏的，当你吸气的时候，他的肚子会高高的隆起，然而胸部没有任何的动作，那就说明你胸廓的开合是受限的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及练习方法，慢慢的让你找到呼吸中的节奏。首先我们可以躺到垫子上，一只手放在我们胸腔前侧，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感受到我们胸廓的手被向上推起，然后我们腹部的手也会慢慢的向上推起。呼气的时候，先感受我们腹部慢慢的收缩及下沉，紧接着我们胸腔前侧的手也会跟随慢慢的下降。在我们的一呼一吸间，去慢慢感受我们胸腔和腹部的上升以及下降。这个先后顺序时间是非常短的，有可能很多同学是感受同时发生的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我们这个练习主要是让你明白，在你吸气的时候，首先是胸腔的打开，然后才是腹部的打开。呼气的时候，腹部先收紧，然后紧跟着我们的胸廓也会慢慢的收缩。通过这个练习，你既能慢慢的找到你呼吸的频率，当然也能发现你呼吸中的短板，哪里出了问题，我们就先入手去改善哪里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，希望可以对你在呼吸方面了解有所帮助。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流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